欢迎来到丽声国画小课堂。这个是咱们的云龙轩，那么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一下，从咱们的勾线，从咱们的鸳鸯，看一下怎么去画它。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先从咱们莲蓬开始，先从莲子和莲蓬开始。那么现在看过来，我拿小号的毛笔，先调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对，先调一点点胭脂色，调完之后笔尖来一点点墨色啊。今天看过来，咱们莲子画什么啊？我呢，先把它大概的位置啊，你看，第一步把莲蓬的位置，咱们看先定出来。那么也可以把莲子先画出来，都可以的啊。这个就是说没有什么要求。今天不会画莲子的朋友，我今天给大家画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子，好不好？给大家也画一个圆滚滚的，那么这个你看我从哪里走？我从第一个从这里，然后下来，再给它旁边画一个。那么今天看过来，咱们的莲子我就给大家画一个不一样的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其实画莲子的方法非常非常多，只是就是说大家平时只画了一个规规矩矩的，但是作为咱们如果是创作的时候，那么咱们就要把它莲子各种的形态都要画出来。那么现在你看，我画了一吨吨的莲子，是不是？那么后面的看不到的怎么办？看不到的我们继续把它只画一个莲子，一点点就出来就可以那么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莲子呢，是不是一个侧面的莲子画出来了？那么现在再继续。笔尖上来一点墨汁咱们现在就要继续画什么了？你看莲子里边咱们把它再给它画一个圈圈。那么还有就是莲子窝窝的地方，咱们继续看过来。所以说今天画荷花，那么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咱们的莲蓬，莲蓬呢肯定就是有莲子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看。这是第一步，那么莲子边边这个墩墩的地方，咱们用小的钉头鼠尾，我将稍微把它卡一下，稍微把它卡一下。那么到下边的时候靠近咱们的这个荷杆的地方也注意一下，也用小的钉头鼠尾，咱们把它。那么中间的线不要连在一块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笔断一连。好，现在咱们看一下调色。咱们第一步看过来，先是咱们的藤黄色调一下藤黄色调一下之后，笔尖上来一点点咱们的今天咱们用一个什么颜色？用的是咱们的太青蓝那么你看从咱们莲蓬边边开始。从莲蓬边边开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黄黄的绿颜色，是不是？黄黄的绿颜色。那么里边把这个咱们莲蓬窝窝的地方，咱们稍微扫一下它，扫一下它。那么现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咱们看过来，咱们第二步就是要用花青了。所以今天不会画莲子的家人们，咱们给大家再分享一遍莲子的画法。那么第二遍莲子画的时候，也是从它最重的地方用花青色，这个就是咱们花青色。花青色从这莲子最重的地方先把它画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莲子的那个结构的地方也是它的明暗结构的地方。你看。先给它用花青色画一个重重的、深深的颜色你一定看着后面没有画到的地方，咱们也要把它画到。那现在第二步的时候，看过来，咱们要用什么颜色？咱们要用山绿色。我稍微调一点点调一点点山绿色，在这个藤黄里边，咱们调一点山绿色。那么。这个就是说，喜欢莲子绿一点，咱们
还可以给它里边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太青蓝，喜欢黄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藤黄色。那么继续，你看，所以说莲子啊，怎么能画出来这种圆鼓鼓的？那么今天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莲子的过程。现在用的是这个深绿色，对，现在咱们用的是深绿色。你看，每一个莲子啊，都是看从它最亮的地方，咱们把它点一下。再继续看一下，咱们要用太白色了，对，咱们把太白色要加一点。那么现在我就要让咱们的莲子进一步的让它亮起来。你看现在啊，尖尖亮起来。莲子的尖尖提的有一点点太白色。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的莲子是不是亮一点？老师稍微慢点吧。好的好的，咱们稍微慢一点啊。那么我把这一点剪完以后，稍微等一等，家人们那么老师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慢一点，因为这个就是莲子呢，它是有结构的莲子它是有结构的。对，我现在把莲子画了之后，稍微让它干一会儿。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咱们这个莲蓬，咱们继续把它往完的画。现在呢，我要来一点点的深绿色，稍微来一点，画哪里？画咱们莲蓬的边边了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我这个莲蓬还没有画完，是不是？咱们来一点点的花青色。那么这个花青色呢，你看稍微点一下咱们莲蓬，你看还有的地方没有晕染到的咱们把它稍微点一下。那么因为有的地方你看。咱们可以给它稍微重一点点，稍微重一点点。因为刚才咱们这个石绿色晕染的莲子你看它因为有石色，所以呢它不会晕染开。好，现在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莲蓬上半部分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就要看侧面了，咱们就要看侧面了，侧面来调一下首先看调一点点的这个绿颜色，毛笔上水多，看用纸把它沾一沾就可以用纸把它沾一沾。那么现在呢，笔尖上我来一点点胭脂色现在的笔尖来稍微来一点点胭脂色。那么你看从哪里走，只需要从这个莲蓬结构的地方，咱们把它压一下。结构的地方一定注意，就是莲墩墩，你看笔尖朝上，对，紧挨着咱们的结构的地方，我把它晕染一下。那么这是第一步，然后下来再看咱们要调一个颜色了稍微调一个颜色，我把它扫一下那么这个就是说咱们今天画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你看非常简单，但是呢，一个是咱们的调色，一定注意咱们调色，笔尖上你看再来一点胭脂色那么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的，咱们再调了一点胭脂色。那么下来要调什么颜色了那么下来咱们也给它来一点点的珠标色，你看下边我就要给它调颜色了，给它稍微来一点珠标，让这个莲蓬呢今天有一个变化而不是说大家老是看到那个莲蓬呢就是绿颜色，其实咱们画的时候你看这个颜色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我在下边给它再来一点点的胭脂色，点一下，用咱们的胭脂色稍稍的给它来一点点结构的地方来一点。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今天的一个莲蓬出来了。那么莲子现在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就要画莲子了。
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莲子，我还没有画完。那么莲子的尖尖啊，怎么去画？今天把莲子的尖尖，咱们再给大家继续分享。我呢，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这个是咱们的朱标色啊。现在莲子也干了一会儿了，咱们就看一下莲子尖尖。先用朱标色把莲子尖尖的地方，咱们把它画一下。那么因为今天啊，这个莲子呢，它的头的朝向，你看这个就是方向了。头的朝向在哪里？咱们把它画哪里？你看，莲子它头的尖尖在哪里？咱们就把它画到哪里。那么现在这是第一步，画完之后，现在再看过来，咱们要给它点什么了？点太白了啊！点太白的时候不要用水啊，太白里边不要加水。我把它点一下啊，太白里边咱们不要加水啊，让它稠一点点啊，一定稠一点点。看每一个尖尖啊，里边都点到。那么蕊丝怎么去画啊？我今天可以和大家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蕊丝。那么首先墨汁拿出来，墨汁拿出来以后啊，看先调一个刚才咱们调的这个胭脂色，然后笔尖上再来一点墨汁。那么今天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蕊丝。不会画蕊丝的朋友看过来，今天的蕊丝啊，又和平时咱们不一样啊。你看，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双钩的蕊丝。那么首先看过来啊，咱们把它，你看最前边的蕊丝，咱们要把它画出来。今天的蕊丝给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么前边的蕊丝，你看，既然是双钩，大家看到了，咱们就是2条线，是不是？那么首先画1条线，然后再画它第2条，再继续看过来。我今天啊，给大家也分享一个不会画蕊丝的朋友看过来。这个可以用咱们的2号笔，也可以用咱们现在我用的是1号笔啊。如果就是说你稍微画一画，手上有力道了，也可以用咱们的2号笔，2号笔勾起来也非常棒。那么现在你看，每一条啊，它这个后边看不到的，我现在就给它加了。所以说这就是啊。咱们蕊丝的画法，你看啊，记了啊，这个就是毛笔上水不要太多啊，水不要太多。现在你看水不要太多了，咱们给它就是双钩的形式。所以说今天啊，咱们这个我继续和大家分享。那么一定画的时候啊，线条不要相交在一块儿。对，咱们这个画的时候，线条不要相交到一块儿。看，我呢，就给它先画的前边，然后再画后边，仍然一组一组的画它啊。咱们仍然是一组一组的画。那么后边的线条啊，一定记着不要交叉在一块儿。你看，所有的线条啊，咱们不要交叉到一块儿。那么现在咱们看过来啊，我今天的蕊丝，那么尖尖上，你看画这个蕊丝的尖的时候啊，现在我就随便把它，你看画一下每一个刚才的画的蕊丝，那么尖尖我把这个蕊丝画一下。现在蕊丝勾完了之后，这个就是蕊尖了啊。那么不够的，咱们再给它继续。那么画到这一块，你看就很快了。对，它前边要画的结构的地方画出来以后，那么到这一步咱们就很快了。你看，用小的
半圆形的圈圈啊，就是给大家老说像小蝌蚪一样这个半圆形的，那么把所有的蕊丝咱们圈一下就可以。那么到这一步了，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蕊丝，怎么去晕染它。现在啊，我把这个你看有的地方我再继续让它今天的蕊丝画的也漂亮一点。所以说今天啊，不会画蕊丝的朋友看过来，今天关键是教大家分享咱们蕊丝的画法。第一步，咱们今天的蕊丝啊，一定看过来。第一步用一个什么颜色？一点点太白色加到咱们的这个藤黄里边啊。我现在你看今天的蕊丝，稍微从这个莲蓬根根走的时候啊，今天你看我没有画什么颜色，大家看到咱们今天的莲蓬根根啊，咱们没有画重颜色，而是由一个浅浅的颜色开始的。所以说莲蓬这个蕊丝啊，画的方法非常非常多啊，那么不是说一个方法就画完了，就像咱们荷花一样，大家看到咱们画了几十种的荷花，是不是？好，这是第一步。下来再继续看过来啊，我给这个有一个深颜色的，那么就是一个珠标色，笔尖上咱们来一点点珠标色。你看，现在我用珠标色和大家分享，咱们今天也让大家也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那么珠标色再继续看，从哪里？从它一半的地方开始晕染了啊。咱们的珠标色从它的一半的地方，一定记着，现在的珠标色是在咱们这个蕊丝一半的地方。看，刚就开始咱们勾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稍微给它点一下，对，不用像咱们工笔一样啊。勾线只是把它点一下，好，继续看过来。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大家就注意了，我的蕊丝尖尖啊，还给它有一个颜色，有一个什么颜色？就是有一点点的胭脂色了。对，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蕊丝是不是颜色呢又有变化了啊？今天的蕊丝颜色啊又有变化了。现在再用一点点的胭脂色啊，这尖尖的这个蕊丝尖尖的这小点啊，蕊尖咱们先不点它，我现在先把咱们的蕊丝画完。你看。有的地方我给它现在就稍微重一点，好，到这一步，那么现在就看过来啊，今天蕊丝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啊？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咱们要用太白色了啊！现在咱们要用太白色，到这一步的时候一定看过来啊，我用太白色勾咱们的蕊丝了。所以说莲蓬啊，它这个绘画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只是说咱们平时大家画的时候啊，这就是大家要注意观察啊，不同的荷花咱们怎么去画。现在是太白色啊，现在咱们就是太白色，我把这个蕊丝点一下。这个啊是咱们的太白色，这太白不要加水啊，现在的太白不要加水。再看过来，我这个尖尖啊，我现在先不点它，这个蕊丝的尖尖先不点它，
但是现在咱们开始画什么了啊？我现在给大家要画一个花瓣了。那么所以啊，今天的这个荷花不仅仅会和大家分享到大家现在看到漂亮的这个啊，那么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花瓣。我把花瓣画完之后，咱们最后点它的蕊丝的尖尖啊，咱们最后点它的蕊丝的尖尖。现在咱们继续看一下花瓣怎么去画啊。首先看过来啊，我先调一个胭脂色，这个就是胭脂加墨色。调完之后，笔尖上咱们来一点点的墨色。那么今天啊，我给大家也画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荷花，咱们的花头的画法。你看，先从哪里走了啊？咱们先从这里，我一个一个的花瓣和大家分享啊。我先从这里先走一个，点一下，然后看过来，咱们要给它画一个小的弯曲的，你看。那么这个注意啊，咱们勾线的时候，你看，一定是咱们这个荷花的结构去勾它。你看，我先在这里画了一个花头、花苞啊，这个荷花的花瓣。那么现在笔尖上再看过来，这是一个了啊，咱们继续。那么让它有一个风动的感觉，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看，第一个画了，咱们第二个错错落落的给它再继续。让咱们的这个花瓣呢，再有一个变化。好，还每一个收的时候收到哪里啊？收到咱们的这个靠近莲蓬的地方，是不是莲蓬根根的地方？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一长一短两个花瓣了，是不是？那么继续，我这里再给它画一个稍微露出来一点点的露出来一点点，我把这个尖尖，你看画的里边，好不好？露出来一点点啊，让它扣起来的一个小的花瓣。那么这边呢，仍然可以啊，咱们所以说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花瓣，我现在给大家也分享的多一点。那么你看，这里我再来一个长的。让它有一个变化。那么丁头鼠尾的线条啊，大家画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下。这里再画一个宽一点，那么让它包到里边。现在看到了啊，那么然后咱们再继续笔尖上，现在啊看到咱们画这个花瓣了啊，花瓣的地方，那么下来再继续，我再给它组一个啊，这里。咱们再组一个让它风吹过来的花瓣。那么笔尖上看过来啊，咱们这个就是让大家勾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看花瓣折起来的感觉，是不是一个折起来？那么这里呢，再给它画一个小一点的啊，看这里从哪里走啊？这里再多都不好看了，大家看到要不要？这边要花瓣，这里要一个，你看。这里给它来一个花瓣，对，让它一下子吹过来，风吹的地方。那么这里就一个就可以了，不要了。那么今天看过来啊，那么上面画了之后，咱们今天啊会和大家再画一个，下边画一个花瓣。我今天和大家在下边画一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个飘落下来的花瓣，咱们怎么去画它？线条，这个用的是咱们1号笔啊，1号笔。现在笔尖上，我现在下边啊给大家画一个很漂亮的，咱们它掉下来的，因为秋天的荷叶了，是不是？它掉下来了，那么咱们把它画一个掉下来的，怎么去画它啊？你看我现在笔尖上点它一下，先把它的位置点一下，那么，这是咱们要折起来的啊，让它。因为它这个从上面掉下来，所以画的时候，这个今天的这个花瓣啊，我就让它从这里垂下来那么让它花瓣待会儿给它再画，这是花瓣的后边。那么前面呢，看过来，咱们给它怎么去画它？让它这是
让它有一个折的感觉，你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花瓣是不是就是掉下来的、折下来的啊？一个大的这么大一个花瓣，那么咱们还可以给它再继续啊，再继续画一个小一点点的，让它掉下来的，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呢，就是让大家也知道，其实花瓣啊，它这个组合是非常漂亮的。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我错错落落的，那么这里我再给它来一个。啊，这里来一个一半的，啊，露出来一点点。现在核杆呢，大家知道，咱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正对到哪里？看，正对着咱们的这个莲蓬的地方。你看莲蓬，然后我把它，你看画到从哪里下来？你看从这里。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啊和大家分享核杆的时候。那么让它也有一个变化啊，来，那么核杆看点的时候啊，看边边的小刺点的时候也是长长短短，不要把它点的密密麻麻的啊。你看，有的小刺儿长一点，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咱们3号链接有一个素描课程，是不是？那么你看，咱们一个一个的点了出来。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啊，咱们给它晕染了。那么晕染的时候，笔尖上来一点点的紫颜色。今天啊，看一点点的紫色，加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胭紫色。这个就是说点的时候只把花头点一下就可以，只把花头啊点一下，让它有一个让它有一个晕晕的感觉。那么这样画出来的荷花呢，才会有韵味的啊。现在咱们再继续一点点紫颜色，我把这个每一个尖尖啊，咱们点一下啊。那么喜欢白荷，咱们也可以画白荷；喜欢稍微带一点点粉色的啊，咱们就可以大家画一点带一点粉色的。那么现在这2天啊，给大家做的就是咱们看到的秋荷的系列，到过2天呢，会给大家做咱们冬荷的系列。每一个啊，就是花瓣尖尖的地方，咱们把它扫一下就可以啊。花瓣尖尖的地方，那么前边的花瓣继续看过来，仍然是啊，花瓣尖尖，咱们把它扫一下。我现在用的是3号笔。现在你看笔尖再走，那么咱们的课程啊，给大家你看，不管是大画小画啊，咱们给大家所有的画呢都是完美的，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完整的作品啊。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啊，咱们今天的花怎么去画？我今天的啊这个花呢，你看来一点点胭紫色，来一点点胭紫色啊。咱们今天啊看过来，来一点点胭紫色，笔尖上稍微给它多一点水啊，多一点水。那么仍然走的时候啊，看稍微给它点一下，这个也可以稍微用一点点绿颜色，也可以啊，来一点点浅绿色也可以啊，稍微给它就是莲蓬根根的地方啊，咱们来一点点浅浅的绿颜色。这个毛笔洗干净啊。那咱们的毛笔刚才用了的颜色啊，洗干净，不用颜色不洗干净的话，你看脏脏的，上去就脏脏的啊。那么现在你看，只需要给这个咱们的花瓣啊根根稍微给它点一点点啊黄黄的绿颜色，那么稍微给它来一点点，咱们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是里边的花瓣啊，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里边的，给它这里稍微扫一点。这里稍微给它扫一下，那么还有的地方啊，觉得不够绿的，咱们给它再点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啊缝隙的地方啊，咱们给它点一下。那么这是第一步，下边的
一样啊，咱们花瓣儿你看是一样的，对，稍微给它来一点点的绿绿的啊，笔尖上一点点绿绿的，从咱们的这个花瓣里边啊，这个根连接莲蓬的这一块儿，咱们给它画下来。那么现在还有什么颜色？我这一笔颜色，我这样全部调下来，我把荷杆的地方也调一下。那么荷杆画的时候可以来一点点交叉色，来一点点交叉色。那么现在这一步啊，咱们就到了什么了？把荷杆我刚才这个颜色调了以后，咱们要换一个毛笔，拿咱们的，这个晕染也行，也3号吧，我就不换了。你看我，就不换了，拿一个先调交叉色。调完之后，咱们调花青色啊，交叉调完调花青。那么现在这个颜色最重的颜色在莲蓬，看最上面的地方啊，咱们稍微颜色重一点。然后呢，看过来，我一笔走下来啊，下边的荷杆啊，一定是很淡的，因为一笔颜色刷下来以后啊，那么下边只有隐隐约约的，大家看到。有一点点荷杆的感觉就可以了，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荷杆的调色，一笔下来。现在咱们再继续看啊，笔尖上我来一点点的太白色，一点点太白色。对，那么咱们就要画咱们的花瓣了啊。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花瓣很简单，笔尖上来一点，然后呢把它压一下，压一下。下来，你看边边的地方，咱们把它扫一下。那么现在咱们一个花瓣就出来了，是不是？啊，现在你看第一个花瓣，白颜色的花瓣，咱们就出来了。那么后边的咱们扫一下，咱们的蕊丝啊，待会儿再点它蕊丝的尖尖。你看这一个啊，咱们再继续把它晕染。这个我可以反瓣放到上边啊，让它口起来。那么下边咱们作为一个里瓣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你看也是一样，根据咱们喜欢怎么去，知道了荷花的结构，知道了荷花的画法，那么怎么去晕染它都可以。所以说这个课程啊，关键就是教大家怎么调色，而不是说大家仅仅看到了咱们是100幅作品给大家。那么希望更多的这个就是给大家教调色了。我也给大家说了，咱们因为以前啊，咱们的这个专业呢是油画专业，因为我以前的专业啊，大学的专业是油画专业，所以我更希望把油画的色彩和咱们的国画结合起来。那么现在笔尖再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课程大家看到了，说老师你的色彩和别的这个教画的老师的色彩不一样，颜色好漂亮啊。所以说我就是把油画的这好多的颜色的表现的方式，那么和咱们的国画结合起来，让大家把这个工笔的细腻和咱们写意画的韵味结合起来。因为咱们一直啊特别喜欢国画，我虽然专业是油画，但是呢在大学教的多少年都是教的是国画，从工笔国画啊给当老师，一直到咱们当职业的画画的，就是职业画家当了10几年，就是画的写意画。所以呢，我也希望啊，把我这几十年啊，所有对绘画的理解，对绘画这一路总结过来的一些经验，绘画的这个方法和技巧，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一个课程系统大课，让咱们更多的朋友啊，让更多的朋友就是来和我分享。那么起码就是说，让咱们成年人画画的时候不走弯路，直接就知道怎么去画啊，怎么去能把画画得很棒。这个就是给大家把方法教给大家，而不是说让大家只画一个花瓣啊，那么1节课画一个石头1节课，这样画出来画啊，那么可能大家画1天2天不会坚持啊，就觉得没有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给大家课程，为什么大家看到了啊，每一幅都是非常精美的作品。那么这个每一幅为什么给大家不同的精美的作品，就是让大家在画的时候，通过咱们的每一节课的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去坚持。现在你看到反瓣的时候了啊，那么晕染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稍微薄一点点了啊，那么就稍微薄一点点了。那么再一个啊，大家别忘了，就是交你的作业。现在你看每一个的花瓣的尖尖啊，咱们画里边花瓣的时候，笔尖上的白颜色就淡一点点了，是不是淡一点点了啊？那么它淡一点点以后，它自然干了以后，它就有了一个浓淡干湿的变化。那么今天啊，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荷花的层次感漂亮不漂亮？那边还有一个小瓣儿，是不是没有画？咱们把它再继续啊。那么画画的时候啊，大家也是一样，画一会儿停一会儿，千万不要闷着头去画啊，那么就少了一个思考的过程了。那么这样呢，大家可能你画的画呢就不会，就是说，哎呀，只是照着老师描了一个画，而不是说跟着咱们学了方法。所以我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啊，画画的时候不要闷着头画。咱们的课程也是一样，它有暂停，有放大，那么有回放这些功能。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就是稍微停下来啊，画一会儿，停下来看一下，然后再继续再画啊。现在我笔尖再给它来一点点白颜色，把所有的花瓣啊，咱们现在提一下，花瓣笔尖尖上一点点的太白色啊。现在把咱们的花瓣，你看每一个尖尖，我只需要把它压一下，你看只需要把它压一下，那么它这种阴阴的感觉，它自然会有。看啊，边边啊，咱们这个就是稍微给它提一下。那么还有哪一个白颜色不够的地方？你看不够白的地方也是一样啊，只需要把它压一下就可以。那么现在啊，咱们这个画呢还没有画完，咱们还有什么的蕊丝还没有画完啊？但是现在这个不能画了，要干一会儿啊，稍微干一会儿。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啊，有的地方我现在给它稍微晕染一下，对，那么让咱们的这个花瓣呢，它这个层次感更漂亮，是不是？看今天这个画法啊，那么我把蘑菇的形式又给大家带了一点点，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的课程给大家就是把所有的绘画的这个方法融到一块儿啊，而不是说让大家学了画画以后只会画一个大写叶啊，那么大写叶调色还不知道怎么调啊，那么或者就是说啊，画的工笔的朋友说，哎呀，我只会画工笔，一到大写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用笔了。那么咱们的这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不仅仅是把这个色彩让大家调会，更是课程里边教的是怎么调色方法给大家。好，现在咱们整个画面啊，让它稍微干一会儿，稍微干一会儿以后啊，咱们还有蕊丝的地方，现在太白色，那么稠稠的点它啊，看过来，现在就要到点蕊丝的地方了。太白色里边加一点点的藤黄色，啊，一点点的藤黄色啊，看这里，我再给它点。这个白颜色里边啊，就不要加水啊，不要加水。咱们点这一步的时候就不要加水，一定是稠稠的白色啊，稠稠的白色。你看，我现在要点咱们的蕊丝的尖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点的时候，那么怎么能把它白白的这种亮亮的感觉点出来？现在也就是大家每次大家知道，咱们画蕊丝，也就是画龙点睛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咱们画龙点睛的时候，那么现在我把它点一下。那么里边啊，这个还要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啊，所以今天这个作品关键是和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咱们荷花蕊丝的画法
啊。那么因为再过2天啊，咱们有一个冬天的这个荷花的画法，那么那个里边啊就会莲蓬更多一点。那现在我把蕊丝再点，那么让它这个层次感也要出来啊，不仅仅是一个颜色，哎，那么蕊丝的层次感也要出来。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蕊丝漂亮不漂亮？今天因为分享的是蕊丝的画法。好，今天咱们这个作品就画完了，咱们现在看一下落款。那么像今天这个落款的时候，这个画面呢也是一个比较温馨的，虽然是秋天，比较温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落上你要落的款的话语都可以。那么咱们今天落款从左边啊，右边就不要落了。咱们今天这个画面呢，我给大家也写上一句话吧。花不语。那么这个字啊，不要写的太大。花不语，风却动。然后下来把咱们的年号名字都写上啊，写今年的年号任银秋。李生。好，现在咱们把最后的落款写一下。那么落章的时候看，不要紧挨着咱们的名字的地方。那么现在落完之后啊，咱们今天这个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章。那么现在看过来啊，咱们在这里，今天这个我给大家多落几个章。先章到这里。好，那么下来咱们还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小佛章，这个画啊，咱们把章给大家落多一点。那么喜欢章多一点的朋友也可以看过来。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画呢，就最后非常完美了，咱们也就所有的落款也都完成了。那么下一节课咱们再见。